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鬼吗？欢迎收听由冥界录音室为你演播的民间恐怖故事。在台湾东部有一片风景如画的海岸，被称为七星潭。这里的天蓝德令人心醉，海浪拍岸的声音仿佛是大自然的低音。然而在这片美丽的海域背后，却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与诡异传说。如果你来到这里，千万不要随便捡起一颗石头，因为你或许会将某些不属于你的东西带回家。今天我们将带你走进七星潭灵异事件的核心，探究那些关于石灵的可怕故事。它们是自然的精灵，还是无家可归的妖魂？这些曾发生在游客身上的诡异事件，又是巧合，还是冥冥中注定？一起聆听七星潭的神秘传说，揭开这片猛鬼海域的真相。天色正午，七星潭的海滩映衬着湛蓝的天空，阳光洒在五彩斑斓的卵石上，散发着温润的光泽。海浪一波一波地拍打着岸边，发出低沉的回响。一对情侣漫步在海滩上，笑声随风飘荡。这里的石头真的好漂亮。女孩蹲下身，捡起一颗乳白色的石头，在阳光下翻转，细腻的纹理宛如自然的画作。男孩站在一旁，笑着摇头。每次来海边，你都要捡一堆石头带回去，你的书架都快放不下了。女孩俏皮地吐了吐舌头，继续在沙滩上搜寻。突然，她的目光被一颗形状奇特的石头吸引。那颗石头与周围的石子截然不同，它呈不规则的扁平状，表面似乎刻着一些模糊的纹路，仔细看去，竟隐隐像是一张模糊的人脸。他伸手捡起石头的瞬间，一股冰冷的触感从指尖蔓延到手心，冷得让他忍不住打了个寒颤。这颗石头好特别啊！他盯着石头，喃喃道。男孩闻声凑了过来，俯下身看了看，笑着说，确实挺有意思的，像艺术品。不过他皱了皱眉，你不觉得它摸起来有点冷的不正常吗？冷，可能是海水的缘故吧。女孩满不在乎地将石头放入口袋，站起身。就在这时，导游远远地走过来，看到他们拿着石头，脸上浮现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。你们喜欢这里的石头啊？导游半开玩笑地说道。不过我劝你们，最好别随便捡走七星潭的石头哦。女孩抬起头，好奇地问，为什么？难道有什么禁忌吗？导游耸了耸肩，用轻松的语调说道，说是禁忌也算吧。当地有个传说，这里的石头里住着石灵，他们可是有主的。如果你把他们带走，可能会把他们的主人也一起带回家哦。呵呵，当然了，这也许只是故事，别太当真。男孩嗤笑一声，石头怎么会有主人？导游大哥，你是吓唬小朋友的吧？导游摊开双手，故作神秘地说，信不信由你喽。只不过呀，很多人带走石头后都反映会遇上一些奇怪的事情，到时候别怪我没提醒你。女孩听到这话，不禁攥紧了口袋里的石头。她强笑了一下，说，可能是因为心理作用吧，反正石头这么美，我就带回去做纪念。导游见状也没再多说，只是用意味深长的目光扫了石头一眼，然后转身离开。此时阳光被一片乌云遮挡，四周的光线瞬间暗了几分，海浪的声音似乎变得更加低沉，仿佛在诉说着什么。女孩的手指轻轻摩挲着口袋里的石头，那种冰冷的触感似乎比之前更冷了。她摇了摇头，自嘲地笑了笑，一定是我想多了。男孩伸手揽过她的肩膀，调侃道，走吧，别被吓坏了，我可不想听你晚上做噩梦。两人并肩离开，身后是一片依旧波涛翻涌的海浪。海风吹过，一声若有似无的叹息从女孩耳边掠过，轻得像是错觉。为什么带走我的家？那声音极其微弱，仿佛从遥远的深海传来。女孩愣了一下，回头看了看，却只见海滩上散落的石子，安静而美丽。这一切似乎才刚刚开始。傍晚时分，
情侣回到酒店，房间的窗户正对着七星潭，夜幕开始降临，海浪的声音像是低沉的耳语，持续不休。女孩坐在床边，拿出那颗特别的石头放在手中，轻轻摩挲着表面的纹路。你不觉得这颗石头像有人脸吗？她低声问男友。男友正在翻找电视遥控器，漫不经心地回了一句：你也太多想了，石头就是石头，别看得太入迷。女孩沉默了一会儿，目光盯着石头的纹路，越看越觉得不对劲。她似乎看到了两只空洞的眼睛正盯着她，一种莫名的不安感攀上心头。她摇了摇头，把石头塞进了包里。夜晚来得很快，酒店房间内的灯光有些昏暗，海浪声透过窗户传进房间，像是某种不怀好意的低语。女孩躺在床上辗转反侧，男友早已呼吸平稳地睡着。她闭上眼睛，试图让自己放松，却总感觉耳边有细微的声音。放回去，放回去。声音很轻，像风声，又像有人在她耳边低语。她猛地睁开眼睛，环顾四周，房间里只有男友在沉睡，电视早已关掉，窗帘也拉得严严实实。她自嘲地笑了笑，一定是今天太累了。然而当她重新躺下闭眼时，那低语声再次传来，比之前更近更清晰。她感觉有人站在她床边，俯下身贴近她的耳朵。这一夜她终于陷入浅眠，却进入了一个诡异的梦境。她站在七星潭的海滩上，周围漆黑一片，只有头顶的月亮散发出惨白的光。海浪声此起彼伏，但浪潮退去后，沙滩上露出了一排排深深的脚印，似乎有人在暗处徘徊。是谁？她颤抖着开口。没有人回答，只有海浪声逐渐变成了刺耳的尖叫。她僵住了，耳边突然响起一个低沉的声音，夹杂着冰冷的怒气。为什么带走我的家？她转过头，看到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站在不远处。女人的脸被头发遮住，只能看见她苍白的手臂正缓缓伸向女孩。她的声音空洞而低沉，却仿佛带着无尽的哀怨。还回来，还回来。女孩的双腿像是被定住了一般，无法动弹。那个女人的脸渐渐从头发后露了出来，一张毫无生气的脸，眼睛深陷，空洞的如同两个深渊。女人的手离她越来越近，最终触碰到她的肩膀。女孩尖叫着从梦中惊醒。天已经亮了，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照进房间。女孩坐在床上，喘着粗气，浑身湿透。男友迷迷糊糊地醒来。怎么了？你做噩梦了？他抿了抿嘴，摇头没有说话。走进浴室时，女孩试图用冷水清洗脸庞，让自己冷静下来。她抬起头，望向镜子，镜子中她的身后空无一人。但当她低下头准备洗脸时，镜子里突然浮现出另一个影子，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正站在她的身后，低头看着她。女孩猛地回头，身后却什么都没有。她转过头，再次看向镜子，女人的影子却消失了。镜子里只有她自己苍白的脸。她的心跳得飞快，呼吸急促。她从包里掏出那颗石头，握在手里，冰冷的触感再次传来。她看着石头，耳边仿佛传来那个低沉的声音：为什么带走我的家？夜晚渐渐深了，海风呼啸着拍打窗户，发出令人不安的咯吱声。女孩在床上辗转反侧，不安感一刻都没有离开。男友在她身旁已经熟睡，呼吸声平稳。然而当她闭上眼睛，梦境再次袭来。她站在一个熟悉又陌生的海滩上，四周笼罩在迷雾中，耳边传来隐隐约约的尖叫声，像是一个女人的哭喊，痛苦而绝望。女孩想要四处寻找声源，却发现自己双腿沉重，像是陷在沙子里无法移动。突然迷雾渐渐散去，一艘破碎的船只出现在她面前。船的残骸散落在岸边，仿佛刚刚经历了一场剧烈的风暴。碎木片上沾满了暗红色的痕迹，像是已经干涸的血迹。为什么带走我的家？那个熟悉的声音再次在耳边响起。她转过身，
看到那个披头散发的女人正站在不远处，脸上满是怨毒的表情。女人一步步朝他走来，手里拿着一块奇怪的石头，正是他捡到的那块。女孩想要尖叫，却发现喉咙像是被什么堵住了，只能发出低低的呜咽声。女人走到他面前，伸手抓住他的手腕，用低沉而冰冷的声音说：“还回来，还回来。”他的力气大得惊人，女孩的手腕传来刺痛。女孩猛然从梦中惊醒，大口喘着气，浑身被冷汗湿透。她低头看着自己的手腕，竟然真的留下一道青紫的痕迹。怎么了？男友被她的动静吵醒，睡眼惺忪地问道。我又做噩梦了。她的声音微微颤抖。男友安慰地拍了拍她的肩膀，只是梦而已，别想太多。说完，他翻身继续睡去。然而女孩却清楚，这绝不仅仅是梦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她的梦境开始愈发清晰，每次都能听到那个女人的尖叫和那艘破碎船只的画面。而男友也开始感受到异样。那天晚上，房间里突然刮起了一阵冷风，明明窗户和门都关得严严实实，风吹得窗帘翻飞，甚至连桌上的纸张也被卷起。怎么回事？哪里漏风了？男友起身检查，却发现一切正常。他皱起眉头，将窗户再度检查一遍，确认没有任何缝隙。就在这时，关着的浴室门吱呀一声缓缓打开。两人对视一眼，男友试探着走过去，打开浴室的灯，却什么都没有。可能是门没关好吧，他试图用轻松的语气掩饰心中的不安。但女孩知道，这绝不是巧合。不安的气氛持续发酵，终于在一次争执中爆发。你必须把那块石头丢掉。自从你捡到它以后，一切都开始不对劲了。男友愤怒地指着他包里的石头，女孩紧紧抱着包，带着一丝抗拒。那只是块石头，怎么可能有问题？你不要吓我，你自己都不信。男友一把夺过包，把石头拿了出来，径直走向垃圾桶。你要是不扔掉，我来。他说完，狠狠地把石头丢进了垃圾桶。女孩呆呆地看着垃圾桶，欲言又止，最终没有阻止。她试图说服自己，也许真的是自己太敏感了。然而，当夜深人静时，女孩突然从睡梦中惊醒。她感到有什么东西压在她的枕边，她颤抖着伸手摸过去，一股熟悉的冰冷触感涌上指尖，是那块石头。怎么可能？她捂住嘴，不敢尖叫，转身看向男友，他依然沉睡，毫无察觉。石头安静地躺在他的枕头边，仿佛从未离开过。女孩感觉眼眶发热，泪水涌了上来，压抑的恐惧终于彻底爆发。她根本甩不掉。她低声喃喃，这一夜，她再也无法入睡。天亮时，她坐在窗边，紧紧抱着双膝，眼神呆滞，满脸疲惫。那块石头真的带回了什么东西吗？她心中冒出这个念头，却不敢深想。连续几夜的噩梦和异常现象让女孩濒临崩溃，她不敢再留在酒店。男友无奈之下带她来到附近的一个小镇，希望当地人能提供一些帮助。在小镇的街角，一位年迈的妇人坐在自家门口的木椅上，手里拿着一串念珠，口中轻声念着什么。她的眼神深邃而沉稳，似乎能够看透人心。女孩鬼使神差般地走向她。婆婆，我们遇到了一些事情。女孩试图解释，但声音颤抖得难以连贯。老妇人抬起头，目光扫过女孩身后跟来的男友，最后落在女孩手中紧握的石头上。她的表情骤然严肃起来，语气低沉：你带走了不属于你的东西，对吧？女孩的心猛然一沉。您是说这块石头？老妇人没有直接回答，而是示意两人进屋。房间里点着几盏昏黄的灯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草药的气味。老妇人缓缓开口，声音如同低沉的诉说：七星潭的石头可不是普通的石头。你们知道七星潭以前是什么地方吗？女孩摇了摇头，屏住了呼吸。那里是一片沉船的海域，
老妇人的目光变得空远，仿佛回到了过去。许多年前，那里曾经发生过多起船难，很多人再也没有回来，他们的尸体沉入海底，有些被海浪冲到了岸边，有些连尸骨都找不到。那些石头成了他们唯一的家。女孩的手指不自觉地收紧，石头的冰冷触感让她手心发麻。老妇人继续说道，这些灵魂无处可去，只能寄托在石头里。如果有人带走石头，他们会跟着你，直到找到新的家，或者永远留在你身边。老妇人的声音变得更加低沉，那些死去的人不全是普通的渔民，也有罪恶深重之人。战争时期，那片海域曾是军舰的航道，许多士兵在战斗中丧生。更早的时候，有海盗曾用七星坛来处理俘虏的尸体。那些带着怨念的灵魂更加难以安息。他顿了顿，盯着女孩的眼睛说，你梦到的那个女人，她可能就是其中之一。或许她生前的家就在那片海滩，而你却带走了她最后的归宿。女孩的呼吸变得急促，可是我不知道，我不是故意的。老妇人摇头，眼中带着几分怜悯。她不会在乎你是否有意，对她来说，你夺走了她仅剩的一切。那我该怎么办？我怎么才能让她离开我？女孩的声音几近哽咽。老妇人沉思片刻，低声说道，你必须把石头还回去，并且要发自内心地请求她原谅。记住，你的心要真诚，否则他不会离开。女孩紧紧握住石头，眼神中透着一丝绝望。她的脑海中浮现出那个女人空洞的眼神和冰冷的手。她不敢想象，如果无法平息对方的怨念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男友在一旁皱着眉，低声嘟囔，这听起来像个迷信故事，难道真的会？老妇人看向他，冷冷地说，信不信由你，但我告诉你们，如果你们拖得太久，他的怨念会变得更强，到那时或许连你们的生命都保不住。女孩的手心开始冒汗，那块冰冷的石头仿佛吸取了她的体温，变得愈发寒冷刺骨。她意识到，这次的恐怖经历已经不是她能简单摆脱的了。老妇人的声音在昏暗的房间里回荡，比低估那些失去一切的人。他们会不惜一切找回属于他们的东西。夜晚再次降临，女孩紧握着那颗石头，眼神恍惚。自从老妇人揭示真相后，她的恐惧与内疚交织在一起，挥之不去。男友在旁边宽慰她，别太紧张了，明天一早我们就把它还回去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女孩勉强点了点头，将石头放在床头柜上。可当她闭上眼睛，那熟悉的梦境再次袭来。她站在一片灰蒙蒙的沙滩上，海浪的声音刺耳不自然，像是哀鸣。空气里弥漫着腐败的气息，潮湿沉闷，令人窒息。破碎的船只残骸漂浮在水面上，周围是数不清的模糊人影，他们的眼睛空洞无神，嘴巴张开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。为什么带走我的家？那个低沉的声音再次在她耳边响起。女孩猛地转身，看到那个披头散发的女人。这一次她离得更近，脸上的怨恨比之前更加明显。女人缓缓伸出手，直指女孩，声音骤然提高，还回来。女孩惊叫着醒来，却发现自己并未真正从梦中脱离。她仍然站在那个沙滩上，周围的一切都无比真实，甚至她能感觉到海风吹过皮肤的冰冷触感。她喃喃自语，这是梦还是现实？突然，一只冰冷的手搭上了她的肩膀。她猛然回头，发现那个女人的脸近在咫尺，眼中闪烁着诡异的光芒。醒醒，醒醒！女孩的尖叫声终于将她自己从幻觉中拉回现实。她坐在床上，喘着粗气，全身湿透。男友正站在她身旁，担忧地拍着她的肩膀，又做噩梦了。女孩刚要开口解释，突然间，房间的灯光开始闪烁，紧接着一阵刺骨的冷风从四面八方涌来，卷起窗帘和床单。两人对视一眼，
心跳骤然加速。怎么回事？男友站起身，试图关上窗户，却发现窗户早已关紧。就在这时，房间内传来一声低沉的咳嗽声，仿佛来自某个隐形的存在。男友的表情瞬间变得僵硬，他捂着脖子，脸色惨白，呼吸急促。我喘不过气了。女孩吓得站起身，冲过去扶住他，却看到男友的脖子上浮现出几道清晰的红色指痕，就像是被一双无形的手掐住。他挣扎着倒在地上，嘴里发出微弱的呜咽声。放开他！女孩尖叫着，不顾一切地抓起那颗石头，对着空气挥舞。我会还回去，我会还回去。突然间，冷风戛然而止，男友倒在地上，大口喘气，脖子上的抓痕依然清晰可见。我们现在就去七星潭。女孩几乎是拖着男友冲出了酒店。深夜的七星潭显得更加阴森，海浪声低沉而遥远，仿佛诉说着某种哀伤。女孩紧握着石头，一步步走向海滩。然而当她靠近海岸时，周围的景色却开始变得模糊不清。她回头望了一眼，发现男友的身影竟不知何时消失了。耳边响起细微的低语声，那声音越来越清晰，仿佛无数人在她耳边交替低语。留下，留下。女孩停下脚步，颤抖地环顾四周，却发现自己站在了一片完全陌生的沙滩上。天空漆黑，月亮像被遮蔽，海水泛着不祥的暗红色。周围的空气中弥漫着哭声，低沉而悲伤。她几乎要崩溃，却强迫自己继续向前。终于，她来到一个小小的礁石前，将那块石头缓缓放下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她低声道歉，泪流满面。请你放过我，放过我们。就在她话音落下的一瞬间，周围的光线骤然暗了下来，整个画面仿佛被吞噬。耳边传来刺耳的尖叫声，那声音中充满了痛苦与愤怒，像是某种怨念得到了释放。女孩闭上眼睛，用双手捂住耳朵，尖叫声却像是直接钻进了她的脑海，挥之不去。突然，一切归于平静，她缓缓睁开眼，发现自己正坐在七星潭的海滩上，天色已经微微发亮。身旁的男友安静地躺着，呼吸均匀，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。女孩抬起头，看向不远处的海浪，那颗石头静静地躺在礁石上，仿佛从未离开。结束了吗？她低声自问，眼中充满复杂的情绪。然而海风中隐隐传来一声叹息，似乎在回应她的疑问。女孩跪在礁石前，将那块石头轻轻放回原地。海浪温柔地拍打着岸边，似乎一切都恢复了平静。她低声呢喃，声音中带着恳求和歉意。对不起，我不该带走你们的家，请原谅我，让我回到正常的生活。她静静地等待着，似乎在期盼某种回应。然而周围只剩下海风和浪声，一切显得如此安静。她深吸了一口气，转身准备离开。然而就在她踏出第一步时，脚下传来一阵刺骨的冰凉。她低头一看，眼前的景象让她的血液瞬间凝固。脚边赫然躺着一颗和之前一模一样的石头，它的表面隐约透出女人的脸，那双空洞的眼睛直直地盯着她，仿佛在嘲笑她的徒劳。女孩倒吸一口冷气，双腿发软，几乎无法站立。她想要尖叫，却发不出任何声音。清晨，女孩和男友回到酒店，所有异象似乎真的结束了。男友拿起手机，对着镜头录制了一段短视频。大家好，我们刚刚经历了一场非常诡异的经历。他对着镜头微笑，神情看似轻松，但眼神中透着一丝难以察觉的僵硬。我们带了一块七星潭的石头回酒店，后来发现他可能真的带回了一些不属于我们的东西，他说着，眼神闪过一抹不安。不过还好我们把石头归还了，现在一切都恢复正常了。他的语气轻描淡写，仿佛在试图用理性解释刚刚发生的一切。然而当他结束录制，转身离开时，镜头还在录制。
镜头中的房间逐渐安静，唯有墙上的镜子映出房间的一角。就在这时，镜子中隐约浮现出一个模糊的人影，披头散发的女人，静静地站在男友的身后，眼神空洞，脸上挂着一抹诡异的微笑。几秒后，镜子里的影像消失了，仿佛从未存在过。女孩站在窗边，望着远处的七星潭，她的脸上挂着一丝复杂的表情，似释然，又似未解的疑惑。而镜头缓缓拉远，隐约的低语声再次响起：为什么？带走我的家，这一切真的结束了吗？还是仅仅是另一个恐怖循环的开始？